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12月份开门红，纳斯达克指数成功3连阳。现在的你对于12月份的行情是否满怀期待？特斯拉没有跟上本次的市场步伐，出现了震荡调整，但阿哲觉得这只是一次洗盘，纳指100指数将在本月重新调整。这一次的大洗牌对于哪些个股会有正面的影响呢？会不会带来短线的大幅收益？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我们照常看一下今天的目录。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15期，阿哲呢会从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次的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照常先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环境。阿哲会通过趋势分析和空间点位的计算来告诉大家，目前的纳指是机会还是风险，以及接下来我们怎么去看。第二部分是特斯拉和英伟达我们的一些空间分析和量能动能上的解析。在近期呢，有一件大事件，在下周五是1年1度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的调整即将揭晓。根据纳斯达克指数100指数的成分股调整频率日程表来看，成分股的调整它的公告日期为12月的第2个星期五，而在今年呢是12月的13号收市之后，而生效的日期是12月的第3个星期五后的首个交易日开市。那么它的一个成分股的调整参考日呢是11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也就是今年的11月29日它的市值排名。那么以此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在当前比较有希望能够进入到纳指100指数成分股的，那么有以下的这2只 MSTR 和 PLTR， 所以在短期内你会发现它们很容易出现关注以及短线的启动。那么在本期视频阿哲也会讲一下他们在技术面上有没有一些买点的出现，因为本期视频的内容依旧会比较多，阿哲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观看，但是如果您的时间比较繁忙，那么阿哲呢也将本期视频的内容整理成了时间轴，那么在下方你可以在时间轴上选择最想要优先了解的那一部分内容，应该对您是有所帮助的。现在我们看到第一部分，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的趋势分析。那么有关于趋势分析，阿哲进来跟大家去讲到是一个趋势线，我们需要用到2条趋势线来观察。第一条呢是这2个低点所延伸所延长的趋势线，以及这2个高点所延伸的趋势线。因为2条趋势线都是上行的上移的趋势线，所以它构成了一个三角，这个三角的形态叫做楔形，而这个形态目前的方向性选择很明显是向上的突破。这一次突破向上之后，股价下跌回踩，而后再次急涨，是不是没有出现有效跌破楔形下轨的一个现象？那么在后续的走势当中，是不是在不断的回踩楔形的上方的这条趋势线，但是没有再次跌落，而是走出连续的上涨，向上的突破，并且最近是突破了楔形的下方的这一条上升趋势线。我们之前讲过，当这一条趋势线能够被突破的时候，在这一条线之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强势的多方区域。而这种多方区域呢，有2种含义。第一个，它容易出现加速行情；第二个是要小心加速之后的衰竭点，这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内容。那么我们曾经用什么方法把握了最近的连续4天的上涨呢？这是一个防守阴线的支持点。在前2期甚至是前3期视频当中，阿哲不断的在行情视频告诉大家防守阴线怎么去使用，怎么去识别。那么每一次防守阴线你如果学会了，那么后续的行情基本上你都能够把握到最近纳指的飙升行情，可以说是一次不落。那么如果你想学习防守阴，可以把之前的视频翻出来重复的反复的去观看学习。今天呢就不讲太多防守阴的知识点了，因为目前处于右侧的加速行情，我们现在要知道是它有没有一个上行风险，以及是否需要去卖出股票。我们看到这个趋势线当前是不是已经站到了趋势线之上，那么也就是说它处于一种像前期一样的加速行情。那么这种加速
我们要知道它会不会持续加速，以及如果不持续加速，什么情况下它会有风险的产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阿哲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信号，叫三阳小顶。所谓的三阳小顶是在股价上涨时，让我们去发现有没有风险的一个技巧。首先，我们看到图表当中这一轮行情，当市场走出了一个上涨，而价格只要出现1天、2天、3天，3天都是收阳线，而第3天的阳线的实体只要比它前一天的实体有所缩短，我们就认为它是一种上涨当中有衰竭表现的行情。那如果上涨当中你会发现不断的出现这种3根阳线，而最后一根阳线的实体比昨天的实体要明显缩短时，就是风险的出现，也是上涨加速时呢它的一个衰竭信号。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股价也出现了3根阳线的上涨，而后它的第3天的实体比第2天的缩短了，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它确实缩短了，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三阳小顶的信号。那么这种信号如果出现，阿哲曾经不止一次讲过，它有2种处理方案。第一种是右侧的处理方案，就是把最后一根缩短的阳线，它的最低价画一个防守位，跌破之后应该去离场。第一种方案是偏向右侧的防守，而还有一种是左侧的防守。左侧防守是一旦上涨加速出现了三阳小顶，我们就认为衰竭出现，那么后续的行情往往离调整不远。那么越是上涨，越应该左侧去获利了结。比如说前面的防守阴线，我们买进之后，股价当前应该大概率是有所收益的。你手中的股票，只要是这一天及时买进，那么后续大概率是上涨的。那么只是涨多涨少，获利多少的问题。那么现在出现三阳小顶之后，越是往上涨，左侧的投资者你可以越是获利了结，分批的去兑现，冲高去卖出，这是一个左侧和右侧的处理方案。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切记，当前市场有一个上涨衰竭信号。那么目前的市场唯一好的是比之前来说较好的一点是，前期出现了连续的阳线之后，它的实体是不断的缩短，而目前呢出现了三阳小顶之后，它的实体在这一天之后又变长了。那么你就要知道，如果接下来继续上涨收阳，它什么情况下会再次出现三阳小顶这种衰竭信号呢？就是股价上涨，如果下一根阳线的实体比这一天的阳线的实体，也就是昨天的阳线的实体要有所缩短了，那么它就又是一次三阳小顶。右侧投资者可以继续的画出你的防守位，左侧投资者依旧是上涨高抛。我们假如今天的 K 线如果是这样的一根小阳线，那么它就又是一次三阳小顶。我们会知道历史行情它不会简单的去重复，但是它有可能会重演。那么之前在这里加速产生的这种行情，会不会走到这里又再次出现三阳小顶见顶的可能呢？我们拭目以待。而右侧目前依旧可以持股，依旧可以看涨，等待比较明显的右侧下跌再去离场，再去卖出也不会太迟。关于指数的价格上的分析，我们用趋势线和三阳小顶讲的比较清楚。那么接下来呢，阿哲会讲一下当前的美股市场纳斯达克指数它的空间解析。那么在此之前，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助阿哲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也希望你给阿哲的本期视频点一个小赞，点一个小红心，支持阿哲未来的每一期视频的创作，给阿哲更多的动力。那如果你是新同学，那么也希望呢，在本期视频当中，如果有所收获，认识到阿哲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点击订阅之后，再点击已订阅下方的铃铛按钮，那么以后阿哲的每期视频、每场直播，你都可以及时的、准时的收到通知。阿哲一开播，阿哲一发视频，你就全都知道了，阿哲会全都通知你。那么也希望呢，新同学、老同学都可以一起在未来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学习。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新同学的订阅。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部分，关于趋势分析后的空间测算部分。所谓的空间测算是阿哲所用的一种技巧。
阿哲呢在10月初开始不断的用这个方法去测算指数每天的强弱，并且告诉我们的订阅粉丝，这里有一条消息是阿哲在 Telegram、TG 上每天只要美股开盘就会发送的一条信息，你只要是订阅观众，那么至少你能够享受到阿哲所提供的这条信息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日内的技术预测，阿哲会把当天纳斯达克指数所认为的最大最高的涨幅写到这里，以及最极限的跌幅写到这个地方。以上的数值呢为股价正常波动时所能达到的高点低点理应的区间范围。那如果当天的收盘突破了预测高点，则说明多方极强，后市看涨；假如跌破了预测低点，则说明空方极强，后续看空，要小心风险。这个技巧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可以去使用。稍后阿哲在指数分析部分也会去用到这个技巧，告诉大家当前的个股你应该小心的防守位和注意的突破压力位。现在看到图表当中，你目前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它的 K 线下方和 K 线中有一些线条和颜色的点，像这个线条就是阿哲所判定的当天的股价波动正常的区间。那么如果出现了收盘跌破预测的正常区间，它将会是一个红色的按钮。那如果呢股价突破了预测的高点，多方强势的话，它是会有一个绿色的按钮。那么我们看到图表当中，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哪一天是突破多方强势，哪一天是跌破空方弱势。那么我们也是一直以来如此的在行情视频当中，以及在我们的 Telegram 当中去告诉订阅粉丝的，如果出现红点，你应该小心风险；如果出现绿点，应该要注意机会的产生，直到再一次的跌破出现红点。那么只要市场是红点，只要市场呢在跌破，就不要随便做多，只有出现了绿点，突破预测的高点，后续才能够看多。你会发现这里突破了，这里出现跌破，那么这一天就是风险。那如果风险之后立马又是突破高点呢？是不是这一天阿哲说过提醒的是机会？那么从这一天突破高点的绿点出现，而后股价当前是不断的上涨，不断的上涨，这就是我们去判定当天的价格对于正常波动来说，它是强势的还是弱势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天就是市场超出了正常的波动，而超出了正常波动，它就有机会出现上涨。像前面这里是不是低位调整之后超出了正常的波动，那么多头就有机会推动市场的上涨。所以阿哲呢在12月份以来，基本上每一次的结论在空间战法上都写的是看涨看涨继续看涨，而股价从这一天开始是不是不断的上涨上涨再次上涨，而当前昨天的这一根阳线的价格在开盘的时候就突破了所预测的认为的正常波动的高点，所以这一天异常的强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判定一个事情，就是空间战法告诉我们，只要这里不跌破预测的低点，那么它就是一个机会，依旧右侧看涨。假设哪一天又出现了跌破预测低点，出现了红点，就要小心风险，它这里有一个上涨后的衰竭调整的需要。那如果你是今天订阅了阿哲的粉丝同学，那么你怎么样去体验阿哲的这一个空间战法技术的预测点位呢？很简单，在视频下方阿哲有一个评论区，在置顶评论当中，阿哲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放在了评论区，那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那么你呢可以添加他的 TG。 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是订阅粉丝，在未来的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内，你都能够每天盘前收到这一个预测点位。希望在12月份通过这个技术能够帮你看清指数的脉络，把握到利润的产生。同样的，订阅粉丝观众在添加助教老师之后，还能够有这3份的福利，不要错过。第一个也是阿哲认为比较重要的是粉丝群组，阿哲呢有为订阅观众组建了一个粉丝的学习小组，你只要是一个爱学习的，同时也是阿哲的粉丝，就可以加入到这个群组当中。那么注意了，阿哲说了，是爱学习的粉丝朋友才能够加入。
怎么样能够让阿哲认为你是爱学习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至少要为阿哲写一次作业。阿哲在每场直播的末尾基本都会安排一次作业的布置，那么课后作业如果你能够完成一次，那么你就至少你是有希望能够进入到粉丝群组的，你可以跟助教老师申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组。那么作业在哪里呢？不要着急，阿哲等等会告诉你怎么去写作业。第二呢是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也就是我们的那一条阿哲盘前的消息。第三是进阶知识内部直播。好的，来了，我们的作业就是在内部直播当中要去完成。像每周的一个行情走势是不一样的，阿哲呢会安排不一样的主题班课。像本周我们学习的是量价的五行谱，那么有5节课程，这5节课程呢，每节课程都有对应的作业。那么你在光看完1节直播之后，完成1次作业之后，你就有希望能够申请加入粉丝群组。只要你是粉丝朋友，就有这一个申请的通道。那么这些内容怎么样去得到？因为有些课程你已经错过了，你要么呢就等待下一周的课程，你再去完成，再去申请。那如果你说阿哲我本周就想申请加入，那么你可以跟助教老师拿一下本周直播课程的回放，每节课程都是内部精品课程，学到最后完成1次课后作业，就有机会申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组，一起交流，一起学习。以上内容就是第一部分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的趋势和空间解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特斯拉的专题分析。我们看到特斯拉，这是特斯拉的日线图，我们依旧要关注到某一些空间的价位。第一个是阿哲最近让大家一直要关注的 361.73， 这个价位呢已经连续的1个多月都不能够去突破，没有任何一天的收盘价有到达它之上。而现在的价格走势它是在震荡的，震荡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一根仿包的阳线，阳线的收盘比昨天阴线的最高价要高了，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强势的看涨的信号。而这个地方能否以此去突破 361.73， 将是我们在本周去关注的一个价位。如果在本周能够去突破，那么将会出现持续的上涨，突击 382.26， 那这个地方甚至会出现短线的加速，去赶往下一个空间价位。所以这里呢，大家要关注的是 361.73 的压力是否依旧会持续，还是能被本周突破。另外的就是下方的支撑 338.27，因为这个地方不一定就绝对会往上突破，那假设市场依旧在往下调整呢，只要338.27这个价位这个区间没有被有效跌破，就依旧有希望。我们看到这里，市场是不是前期这里略微跌破，立马收阳站回，而后又是一次短线的利润，在这个空间当中不断的徘徊。我们知道一个震荡行情，特别是在高位的震荡，它不会持续太久，而这个地方它总会选择一个方向。我们说方向选择特别简单，要么上破，要么下破，哪个有效突破就会往下一个方向去赶往。突破361则往382，跌破334则赶往308，如果308也跌破，那就是265。所以这是一个空间上我们比较简单的追踪的目标。而看到量能方面，在我们本期的内部课程当中，阿哲有讲到一个量能叫倍量，这一天是市场的倍量，而像这一天也是市场倍量，包括前面这里也同样是市场的倍量阳线。在本次低点到上涨，目前以来虽然说涨幅很是巨大，但是它的倍量阳线却只出现了3次，每一次都有它的作用。这一次出现倍量阳之后，市场有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调整呢没跌破它的低点。那这一次出现倍量阳呢，是一个加速，是一个拉升，而股价后续的调整呢，也更不用说跌破它的低点。那么像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它也是倍量阳线，它的低点依旧还是支撑，没有被跌破。因为倍量它的量能短期的释放，我们知道量能的释放意味着当天价位的重要性是大大提高的，而这种量能的堆积所产生的价格区间，它的低点是不能被跌破的。如果被跌破，则意味着市场往往容易有风险产生，而这个价位的高点如果能够被突破，
则说明机会会产生。那你会发现，是不是他们这些倍量阳线的低点都没有被跌破，而他们的高点呢，是不是后续都出现了突破，而机会再次产生？现在是在倍阳的区间内震荡，那它是上破还是下破，也是短线的空间价位的一个参考。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动能解析。所谓的动能，就是我们刚才使用在纳斯达克指数当中去判断多空强弱的一个方法。当天走出一根阳线，我怎么知道它是强势还是弱势？它有没有突破正常的多空的区间？我现在告诉大家。现在各位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而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每根 K 线底下或多或少偶尔会出现这一个红点和绿点。没错，红点产生就是跌破了当日预测的低点，而绿点产生就是突破了空间的正常波动高点。那么我们会认为，当出现红点的 K 线的时候，就是市场当中日内跌幅较强的时候，空方后续容易占优势。反之，绿点出现多头强势，后续多方反而容易占优。那么最为简单的操盘方式就是，我们看到红点时，尽可能的不要去做多；绿点时去做多。绿点出现，说明多方强势；而绿点之后如果有红点，则是风险。那像这一天红点出现，而后又绿点，那么这一天又再次做多的日子，我们可以把绿点称为做多日，红点称为做空日，或者是离场日。而出现红点的时候，你必然要出现减仓或者离场的行为，那么这个位置后续下跌。当出现绿点可以买进，红点出现，你说阿哲昨天是强，今天怎么就变弱了？我们不用考虑那么多为什么，我们只要知道这一天多头强，这一天空头强，那么多头强你就买，空头强你就卖。那么这一天卖出，而后有再让你买进吗？就没有了。这个空间战法看多空强弱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可以很客观的判断每一天的多空强还是弱，强就看涨，弱就看跌。那么只要强你就可以买，只要弱你就不要买。它至少可以让你规避掉市场当中大部分的大跌行情，以及呢把握到绝大部分的大涨行情。你可能不能够买到最低点，也可能不能卖到最高点，但至少大涨不会少了你，而大跌呢，你至少能躲开。那么是不是从这个位置的大跌就躲开了？而市场当中又再次是绿点，就又看涨，红点就不要再看涨了，红点就不要看涨了，直到有再一次的绿点。是不是持续的绿点出现了，而后又是红点，那么就离场，红点就离场，红点就不要随便做，再次绿点，再次买进，再次看涨。那是不是连续的绿点、绿点、绿点、红点出现要小心？而后只要是红点后没有绿点，那么就依旧不要随便进场，只要这一天又是一个绿点。那么绿点后股价的走势现在呢？我们看到连续2天是绿点，而后红点，就说明你应该获利了结了，应该先离开去等等看。那么红点之后又是绿点，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天多方告诉你，哪怕它不是一根大阳线，它是一根小阳线，但是呢这一天的多头还是强势的。那么什么时候出现红点，什么时候再次转空，就是这么的直接，这是动能上的客观分析。当前的动能就是重新由空转多。讲完特斯拉，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我们从空间趋势和动能来看，之前我们说过这一天是什么 K 线，这一天叫假阳线，假阳线有可能是假阳真底，是吧？和前面这里一样是假阳真底。那怎么判断是否为假阳真底呢？就是市场出现了下跌，下跌途中一定是下跌的，下跌途中高点降低，而后一根假阳线。假阳真底的特征就是这样的一根下跌但最后收阳的 K 线，整体是收盘降低的，但却是收阳的。这根 K 线的高点能够被后续突破，快速收盘突破，则意味着至少会有反弹产生，这会是一个低点。那么是不是高点不断降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假阳线，假阳线的高点被突破了，意味着这里至少会有一波反弹出现。我们之前就是用这个方法告诉大家，这里开始英伟达会有反弹。而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下假阳线出现的价位，最好是关键的价位。那么你会看到的是，这一天的假阳线
一波下跌之后，你会看到刺透的假阳线出现的地方是前方这两个重要低点连接成的趋势线，所以这一个假阳线的效果会比前方假阳线的效果要更好一点。而同时，股价在这波反弹当中，它在做什么呢？它在做的是对于前面的这一轮跌破趋势线去进行确认，它是否是有效的跌破，还是说它是一个假跌破。市场下跌后，而后现在反弹到了上一条趋势线中，如果这前方的下跌是有效的跌破，那么这里将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压力，而英伟达将会在这里形成一个顶分型，而后再次下跌去破位。那假如这个地方它前次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而是一个假跌破，是一个假摔，那么这里将会往上去回归这根趋势线，继续的走出上升行情。那目前来说，哪种可能性较大呢？因为在昨天出现了一根高开高走的阳线，同时把 141.1 给修复了。那么当前就是跌破了 141.1 之后，再次回归 141.1 的空间价位。那当前只要它不跌破 141.1 呢，阿哲认为这里它会涨上去，股价呢修复了 141.1， 那么向上方的这一根趋势线，它的修复是迟早的事情，价格它将会上行。那么 141.1 依旧目前作为重要的多空分界线，在 141.1 之下，市场为弱势，整体上涨为反弹；在141点之上，那股价的多方占优势，而市场容易有反转。这是目前的空间和趋势上英伟达的分析。当前你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我们最后讲一下英伟达的动能解析。依旧的，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这些红点绿点，红点代表空头强势，动能下跌，而绿点就是多头强势，动能向上。当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绿点之后，我们是看涨的；红点之后呢，我们是认为下跌的。那有可能绿点到红点之间利润是不大的，但至少不会让你有太多的亏损。我们要去等待的是绿点后的持续爆发的动能，比如说这一天是绿点，而后连续的上涨都没有多少红点出现，是吧？基本上这一波上涨都没有红点，你会被这种阴线所洗盘下车吗？就不会啦。那么价格出现了这根阴线，好，有红点了，那么我们依旧规则来说，这一天动能强势向下，那么就卖掉。那第二天立马是绿点，我们就知道了，昨天是一个砸盘，是一个洗盘。那么下一个红点之前，我们就依旧看涨，股价看涨，直到红点出现，市场再次下跌，而后这段行情都没有出现动能强势的上涨 K 线。那么这种上涨会把你骗进去吗？就不会了。而价格在连续下跌之后，连续的红点之后，又出现了再次的绿点。那么红点为下跌，那么绿点为上行，红点之后立马绿点，昨天砸盘的现象更为明确，所以这一天重新看多，价格连续性上涨，直到呢这一天开始有了红点的出现，后续再一次绿点，那么就是这一天了，股价上行又是红点，那么这种行情就没有办法不赚不赔，可能会略微赔一些。价格红点就不要去做多，价格红点不要做多，直到绿点出现再去看多。当前的多头动能上来讲，依旧是向上行的，没有出现红点。那么这里呢，阿哲把一些关键的价格给大家去说一下。刚才呢特斯拉阿哲没有讲，现在我们回到特斯拉，比如说从这一天我们说一下，后面比如说今天关键的价格，它的高点不应该超过 362.765， 它的低点不应该跌破 353.265， 这是特斯拉的一个正常今日的区间。如果今天特斯拉收盘跌破了 353.265， 那么这里将是一个风险区域，将会出现市场当中的红点 K 线。那像 NVDA 英伟达呢？英伟达今天的最大涨幅理应在 148.215 之下，它的最大的跌幅呢应该在 142.715 之上。如果今天的英伟达收盘跌破了 142.715， 那么市场当中会出现红点 K 线，动能将是向下的，这是要稍微小心的一点。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的空间、趋势、动能的解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讲一下其他的个股解析了。我们先看到 PLTR， 这只个股是当前最有希望排名第一，能够进入到纳指100指数的前列的。所以呢，最近对于它的关注，我们应该极度的高，因为在正式的公布之前，有可能大家都会一涌而进，去博弈短线的上涨。所以情绪上来说 ，PLTR 是比较不错的。应该是上个月的几个视频当中有一个讲到了 PLTR 的重要的压力位，应该是 67.31， 而在这里呢一直出现了几天的震荡，而没有去突破。那么在本月出现了一根大阳线，去实体过半了，突破了 67.31， 那么对于这种突破大概率呢是有效的。而市场又在昨天出现了一个相对的探底回升，最低点是 67.28， 而这一个支撑位呢是 67.31， 属于比较精准的，没有多少误差的回踩。那么也是再次确认了这一个低点，这一个支撑位是被突破的这个压力位呢被突破的，所以转为了支撑。那么当下我们之前有说过，当这一个 67.31 能够被有效突破时呢， PLTR 它是天高海阔的，下一个压力点是距离比较远的，所以阿哲呢就没有画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又借助于消息面的影响，所以阿哲认为 PLTR 在这里是空间的打开，只要不跌破 67.31， 那么这里将会一直持续的看多，直到我们正式的下周五公布结果为止，可能会出现略微的一些兑现的情况，但是在此之前呢，整体风险是不大的，这是短线上我们要去特别关注的。另外一个，阿哲要讲一下苹果的压力位。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有公布了2个关键的压力区间 239.883 242.064， 那么在这2个价位中间是一个巨大的中期的压力带。而在目前你会发现苹果是干嘛呢？苹果出现了一个突破，那么现在的突破是否有效呢？很明显还不确定，因为在突破的时候呢是阳线突破，但是对于 242.064 苹果没有以实体过半的方式站上，而站上的 K 线又是10日星，所以当前对于这个压力位本次的波段上涨，这个最为严重最为重灾区的压力区域，它没有一个有效的突破，反而走出了转弱的 K 线。我们也可以用三阳小顶的方式去关注一下这一波上涨。当股价上涨时出现了连续3根阳线，而后有阳线是缩短的，它是防守位，是不是没有被跌破？当股价上涨时，如果出现3根阳线，它是一个缩短的，特别是10日星的一个三阳小顶，那么防守位我们要设置好。如果跌破了，或者说重新跌破了 239.883， 我们则认为这个压力区是有效的，而苹果确实在此处有受压回落的需要，有一个形成波段高点回调的需要，就要小心了，持有多头仓位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关比特币概念相关的个股，先看到 MSTR。 如果说 PLTR 是排名第一个有希望纳入到纳指100指数的，那么 MSTR 呢就是排名第2是老二。那么老二呢我们依旧要关注，因为它同样也是被很多人去短线看好的。我们看到这一波走势的上涨回调至今，那么我们之前有说过，你要关注一个 K 线上的信号，特别是在回调当中，那么这个信号是股价有一根收盘价收阳，而后阳线的收盘比昨天的最高价高，那么这样的一根 K 线，一般如果出现在回调当中首次出现，它容易是一个正常或者说强势回调的低点。那么是不是在股价下跌时，如果出现了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而且最好是一根阳线的时候，它往往是一个多头转强的机会。那么像前面 MSTR 500事实上的高点回调到现在，有没有哪根阳线收盘比昨天最高点高呢？是不是没有？直到昨天这根阳线出现，这根阳线的收盘比昨天最高点要高，同时昨天是一根假阳线。我们说了假阳真底，股价是一根假阳线的话，市场如果把它突破，意味着也是有反弹的需要。我们再看到前面这一根关头阴线，关头阴线的压力在这里。现在从 K 线的角度去分析，这里有假阳真底，以及呢有一根反包的阳线，多头强势，那么看涨。
上方的空间以关头阴线的高点作为第一个目标位，第一个压力。如果关头阴的高点也能突破，那么我们认为确实有短线资金看好它的后市，这是从 K 线方面的解析。从趋势线来说，股价虽然说走势回调，而且感觉调得很深，但它目前依旧没有跌破短期的成本线，这是固比均线的短期成本线。价格上涨回调没跌破短期成本线，那么这种回调力度其实还是一个正常的范畴，等待股价再次的启动。像最近呢，股价上涨后的回调感觉跌得很深，但是依旧没有有效的跌破短期成本线，目前再次出现收阳修复，而短期成本线全部在这一天走为了多头。而同样通过下方的一个资金来说，连续的 BBD 连续的流出，连续流出之后首根流进的阳线是关键的阳线。我们之前有讲过，如果价格走势在连续流出之后出现首根流进的阳线或者说流进的一个 K 线的柱子，那么这一天能够被突破就是一个右侧买点。如果当天就是一个仿包的阳线，直接作为买点。比如说出现了下行，而后这一天是一个仿包的阳线，阳线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那么直接作为左侧的买点。那么像现在下跌资金流出，这一天出现了右侧买点是突破它的高点，左侧的买点是今天买进，它的收盘价比昨天最高点高，所以在资金下它也是一个买点。那目前的 MSTR 呢，不管从趋势、K 线、资金以及量能，其实都是不错的。量能呢稍微略低了一点，明显没有特别明显的放量，但是整体技术面来讲，这个地方是一个买进点位。后续呢，这里大概是一个回调的启动点，我们只需要把防守位设置一下，这一天的低点最好不要被跌破，因为这一天是连续流出后的首阳，它是关键阳线，低点不跌破，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问题，做多非常的安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比特币相关的概念个股 ，MARA 也是其中一只。那么 MARA 呢，在之前走了一波相对的弱转强之后，出现了 30.28 的高点，而后回调。那么很明显，这一波回调也不算很强势，因为它没有跌破固比均线的短期成本线。而当下有出现一个信号，就是下方的 BBD 它是出现了什么 K 线？一个下穿了零轴、下穿了蓝色轴的 K 线。这根 K 线它将是一个变盘点。我们说过，当股价上涨回调时，关注的点位还有一个是资金柱流出而后下穿蓝色轴的那一天，它往往是一个变盘的低点。这个低点这个区间不被跌破之前，市场我们以回调低点来处理，股价出现买点可以去买进博弈，以这一天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是突破买进呢，那么可能会更加准确、更加稳定一些。而现在很明显的是，这一天阳线它也是一根假阳线，下方呢是关键的变盘信号，而这一天的低点理应以回调低点来对待，它的高点也已经被这根阳线收盘突破，它又是一根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的 K 线。好，那么这一天作为 MARA 的一个再次的买点，所以除了 MSTR 之外， MARA 呢也有一个回调的止跌启动点。我们的防守位就是这一根阳线假阳线的低点。那我们再看一下 Coin 是否也有买点。那 Coin 的话呢，是在一个震荡的区间，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调整，它是一个震荡的区间。而在这种震荡区间下，昨天它是不是又出现了收盘比昨天最高点高的 K 线？像之前这里连续的出现了收盘比昨天最高点高的 K 线。而阿哲说过，这一个位置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运线，运线的高点如果被突破，意味方向选择会展开，而这前面的震荡到了这个地方，它的收盘已经突破了运线高点。那么它不只突破了小 K 线的高点，还突破了大 K 线的高点，所以 Coin 这里表示方向也是选择向上的。我们会看到 Coin 前期的上涨回调，是不是资金柱回踩的是哪一天呢？是不是这一天资金柱下穿了我们的蓝色线？下穿之后，它的低点是不是没有被跌破？一直都没被跌破，所以这一天就是变盘低点。那么这一个信号，其实阿哲很早之前一直有说过，下穿就是回调的时候，如果下穿资金的蓝色线，那么它很大概率是回调低点。
只要市场是一个多头依旧强势，并没有出现出货的现象或砸盘的现象，它就应该是正常回调的低点。而价格目前是出现了突破，那么我们也认为这一天也是机会。所以不管是 MSTR、Coin、MARA， 甚至呢是其他的比特币概念的个股，应该在昨天都有所买点出现。我们只需要执行好买入策略以及设置好防守位即可。那么像 Coin 的防守位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运线的区间，它最好不要跌落。如果再次跌落到运线呢，就说明这个突破有可能是失败的，就要小心。那么以上是我们的比特币概念个股相关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也很明显，股价上涨，昨天上涨碰到了220。那么这一个价格它是怎么碰到的？它是以一个相对上涨时的三阳小顶碰到的。这个地方它的阳线实体是比昨天缩短的，是连续3连阳的，所以它呢也是一个三阳小顶啊，有一个相对长上影线碰到，它的风险是有的。类似于前面这里是连续的上涨，1天、2天、3天，3天阳线，三阳小顶，价格跌破低点开始有风险，是吧？跌破低点开始有风险。这里的高点调整就是三阳小顶产生，而后这一天也是负线，所以这里有三阳小顶，这里有负线，股价后面有调整是很正常的。而目前的上涨，我们从低位出现了缩倍量的 K 线的突破之后，告诉大家有多方的机会。涨到目前为止，这里有一个三阳小顶，你同样呢要稍微小心一点。我们的防守位是什么？防守位就是这一天的低点，如果被跌破，则说明有调整风险。那如果没有跌破，反而出现更大的阳线呢，则风险相对有所解除。但对于左侧的同学来说，这个地方开始，你可以去卖出手中盈利的亚马逊的筹码，等待市场再次的上涨。以上就是阿哲在5号为大家去讲到的盘前美股解析。那么希望美股呢确实可以一直的涨，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个事情不太现实，美股目前已经连续的大涨，那么在这种大涨加速之下，除非保持一直的加速，不然的话呢，它的衰竭点很快将在本周出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对在盈利的同时有一分戒心，如果出现右侧的看跌信号，那么一定要及时了结，不要太过于恋战。特斯拉是否是洗盘，我们在本周也能够去确认。在最新黑线上出现了多头强势信号，我们就继续看多即可。而纳指100它的大洗盘会否会带来大幅的利润呢？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 PLTR 和 MSTR 的表现。那么如果有机会，那么大家呢也不要放过。这是我们今天的行情解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